欢迎来到 Crypto Tricks。在视频开始之前，别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随时随刻获取加密世界最前沿的讯息，不错过我们提供的精彩内容。We're going to make it.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Crypto Tricks。在今天视频开始之前呢，我想先来介绍一个YouTube channel 以及一个人。然后呢，这个人叫 William Intrican。这个 William Intrican 是谁呢？他是 William Intrican， 然后他是这个 lead author of 这个 ERC-721， 也就是说他和另外其他几个人撰写了这个ERC-721的 token 的这个 standard， 然后发表了 NFT， 也就是说可以间接的说他就是 NFT 的发明人。然后这个 William Intrican 是我的一个朋友的朋友算是，然后他们呢每个我也很有幸然后去跟他认识。然后这个 William Intrican 呢是在有一个 YouTube channel， 然后目前没有太多的 subscriber， 然后但是呢他们每周应该是在纽约的晚上6点或者7点左右会有一个 live， 也就是说会直播，然后他们有进行一个 community service hour Web3 还有 NFT 的。然后呢在这里面他们会讨论一些相关的话题。然后我的那个朋友叫 Daniel Tedesco， 然后他是主要是跟这个 William Intrican 一起 co-host 这个他们每周的这个 community service hour。然后这个 community service hour 的主题就是说他们会进行一些相关的话题的讨论，比如说像是关于 NFT 然后围绕 Web3。周早上会有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他们会有固定的 topic， 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然后也是非常的有很多有用的信息和价值。然后这个 co-host 就是他们这个 William 和我的朋友这个 Daniel Tedesco 他们一起会去做。然后呢所以我觉得就是去 follow 他们一下很有意思。然后这个channel 链接和这个 William Intrican 个人的这个 website 我也会放到这个 description 里，感兴趣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然后他这个地方有 speaking event 的固定的一个hour， 然后你可以去把它加进你的 calendar 里，然后去看他们的 live， 去听一听他们讲关于 NFT 和 Web3 的很多的有趣的内容。我们今天就开始这个今天的正题。今天呢我们主要会讲2个以太坊的这个 EIP，一个是1155，另外一个是 EIP 12938。然后呢我们分别会介绍一下这2个 EIP 是什么，并且他们所做的所提出的重要的这个为以太坊的改进是什么。那首先呢我们先看这个 EIP 1155。这个EIP 1155呢是为这个区块链游戏而生的。在我们接着介绍呢这些其他 EIP 之前，我们首先回顾一下整个以太坊的这个智能合约，以及上一期 Gary 介绍的这个 ERC-20以及 ERC-721的这个同质与非同质代币的一个区别。然后回顾他们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即将为大家介绍这2个这个 EIP 1155的这个proposal 呢是与这个 ERC-20和 ERC-721脱不了干系的。所以我们先来数落一下这个基本面。那这个 ERC-20 这个同质化代币呢，就是有点像比如说美元人民币什么之类这种货币，它每个代币都是一样的，然后具有同等的价值，可以互相交换。那 ERC-721 呢是非同质化代币，也就是 NFT， 就是说每一个 token 都具有独一无二的一个属性，它们之间呢是无法进行就是互换，然后价值也不等，所以适合像收藏品艺术品，然后房产等这种只有独一无二的主人的这种应用与性质的这种资产。那基于基本上区块链中所有的这个 token 呢都可以被归入这2类，也就是 fungible token 和 non-fungible token。那首先呢我们先要记住的是，这个区块链上的所有资产交易还有代币，最终从最高到低拆解其实都是数据。那交易确权，然后代币的数量等等的这些数据呢是记录在链上，通过 EVM 节点的这种维护，才使得这一切具有意义。但对于这个 ERC-20和 ERC-721来说呢，存在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它们之间不同的 ERC-20和 ERC-721 的 token 之间是不能通过一个交易来实现，也就是说你没法把不同的这种代币打包到一个交易里，发送到另外一个地址。那我们举个例子哈，就是说比如你想给 A 地址转账一些 USDC 的这种 tokens， 然后包括什么 Uni token、UNI tokens 外加一个 NFT， 你是无法做到只通过一个交易然后给到 A 地址的，因为每个 ERC-20 呢和这个ERC-721都需要他们自己独立的智能合约来支持同样这个 token 之间的转账和交易。也就是说如果你是 token A 和 token 之间的转账，你通过这个 smart contract 是可以完成的。但是如果你想把这个 token A 就是和 token B 转到另外一个地址中，你是通过仅仅一个 smart contract 在 ERC-20 下面是做不到这件事的。OK， 那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对吧？
那这个问题呢，就是说为什么就是它是对于游戏来说非常的严重呢？那我相信大部分观众应该都多少玩过很多游戏，对吧？就是多玩家的这种线上的游戏，它一般都会有很多道具，然后呢，游戏内呢也会有这个金币以及装备等等各种各样丰富的这种内容与规则发生，对吧？如果我们用这个 ERC20和721来代表每个游戏里的代币和 NFT 的道具的话，那比如说有1万种的道具，就需要1万个智能合约。比喻一下，就相当于说我们每个手机只能用一个 app， 然后呢，要是我们又想用 YouTube， 又想用微信，又想用 LinkedIn 等等，那我们就得单独为每个 app 各自准备一个手机，这是一个极为低效的一个方式，产生很多的这个空间和时间上的浪费。所以呢，这个 EIP1155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生。那简单来说呢，就是你可以把这个不同的代币和 NFT 放在一个交易中完成。对，不需要为每种这个代币分别执行一次交易。比如在游戏中，你想把这个，你从你的 address A 然后呢放入很多这个游戏中的金币，然后这金币比如说是 ERC20的 token，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不同种类的这个剑，比如说这个剑的这种道具，那有可能是 ERC20，有可能是 NFT。然后呢，包括一些游戏里的角色，然后也是 NFT 的形式的 token。那以前呢，就是你单独在 ERC 和20和 ERC721的这个协议下呢，你只能说 OK，我为这个转这个金币单独要发一个转账，发一个 transaction， 然后我要发这个剑的这种道具呢，我还需要再来一个单独的交易，因为它是单独的这个智能合约嘛。然后包括 NFT 也一样。那现在的这个 ERC1155这个协议呢，是这个 standard 其实就是说解决这个问题。你现在如果想说我把不同的这种代币放到一个交易中，我一下转给这个 address B， 你就可以这么去做。所以它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转变，但是却解决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OK， 那我们说一下这个 EIP1155的一些特点。那个 EIP1155的这些重点的几个 feature 呢，第一个是说它这个标准呢可以仅通过一个智能合约管理无限种类的这些通证，也就是 tokens， 包含就是同质化代币以及非同质化代币 NFT 以及半同质化代币。那这种半同质化代币是什么呢？就比如举个例子，就是说像这种演唱会门票，对吧？演出开始前呢，你可以把这个门票作为同质化代币，然后这ERC20这种代币去兜售和交易。然后呢，但这个演出结束后呢，这个门票因为它没有了这个，它就不会再发生这同样一个演唱会了，所以你这个 NFT 的门票可以自动变成 NFT， 就是说它失去了这个做同质化代币的这么一个属性。然后呢，但是呢，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收藏物，在未来可以去作为一个藏品来去交易就是大概这个半同质化的代币是这么一个逻辑。那第二个，它这个 EIP 这个1155的这个特点呢，就是可以批量交易。正如之前所说呢 ，EIP1155是支持多种代币或通证放在同一笔交易中去执行，然后呢，这样的话既节省了这个 gas fee， 又加快了转账的一个效率。OK， 那第三个呢是具有这个 safe transfer function 这么一个安全转账的功能。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代币呢交易时呢这个意外或者说失误的发到了一个错误的地址，它是可以被返回的。但是呢这个 ERC20和 ERC721，也就是说普通的同质化代币和 NFT 就不具备这种该功能。OK。然后呢，第四点是它节约了这个存储空间。它为什么节约这个存储空间呢？就是 ERC20与这个 ERC721呢，它都需要为每一种代币通证创建单独的这个智能合约。然而呢，这些智能合约代码可能都是大同小异的。那很多代币的这个代码可能只是做了一些小部分的稍作改动剩下的都是一些重复的内容。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就以太坊链上的存储了多少臃肿的这种没有意义的代码。所以 EIP1155的通证呢，这个标准可以优化资源，然后与这个存储。节约不同种类代币之间的这个创造条件，然后呢，去为整个这个以太坊的这个生态系统就做一个相当于是一个优化。那还有的很多就是说这个 EIP1155的它具体的 features 呢，那我们就不多说了。就这个地方的话，我觉得因为它的这个具体代码细节比较多，我觉得可以对技术上感兴趣的朋友，其实可以去看一下这个EIP1155它具体这个 proposal 里写的这些标准。然后去深刻理解它的还有一些其他的应用。对，其实这个 EIP1155它不光它虽然是以这个区块链游戏为主，然后这么去来诞生的，但它其实呢还可以当然在很多其他地方有应用。然后现在目前也有非常多其他的应用，然后来去使用这个 ERC1155的这么一个标准来去进行代币的一个管理和交易。比如说现在有哪些就是比较典型的应用呢，在用它们。那比如说像这个 Engine 好像是一个主要是一个 NFT 服务的这么一个就是一个项目。然后呢，它主要另外一个这个再去用的话，也是这个叫 Horizon 的这个 Blockchain Games， 然后也是主要用到 EIP1155就去解决
我刚才说的那个问题。那还有像OpenSea 也是这个我们都熟知的 NFT 的这个 marketplace 对吧？可以上面去买卖和交易 NFT，然后这个也是利用这个 EIP155去进行多 NFT 的同一个这种去 mint 和转账这么一个协议，然后大大提升它这个效率。再一个就是这个叫 Open Zeppelin， 这个的话是一个就是关于区块链项目安全的这么一个项目，然后他们也是使用了这个 EIP155。对，那具体更多的一些关于这个 EIP155的细节，朋友们可以其实去看一下他这个当时这个 lead author 原来写的这个proposal， 然后可能会有更多的发现。那我们这里就不过多赘述，然后我们现在来介绍另外一个 EIP， 那就是2938账户的抽象化。OK， 那这个其实还是蛮有意思的一个proposal 啊，就是这个 EIP 2938的一个核心提案呢，就是说将这个以太坊的账户进行一个抽象化的改进。那我们要去这个抽象化其实还是挺抽象的，所以我们在讲这个题之前，还是首先来回顾一下这个以太坊的账户设计以及相关的概念，就以及这样的话我们要铺垫一下为什么就是说要做这个账户的抽象化。OK， 那以太坊呢实际上有2种账户嘛，大家都知道，就我们之前这个白皮书上也讲过。这个 EOA 第一种是这个 EOA 的外部账户，就是 externally owned account， 也就是左边这种。那这个外部账户呢，就是用户如果在这个链上进行这个转账、交易，还有与其他的这个账户互动的这么一个账户。那这个账户有公钥和私钥，然后呢，用户通过私钥去来控制这个账户，以及在转账时用这个私钥进行签名认证等等。那这个 EOA 这个外部账户呢，是都有4个元素。也就是说，第一个是 balance， 第二个是 nonce， 第三个是 cold hash， 然后第4个是这个 storage root。一会儿我们再去细讲这个。另外一种账户呢，就是合约账户。合约账户即这个智能合约中的是由代码控制的这种账户，那它是可以执行逻辑以及创建新的账户的。但是这个合约账户呢，是相比这个 EOA 外部账户来说，其实是低一等的，因为这个合约账户是被动的，它是无法主动发起转账，它也就是说，它只有在接受到 transaction 的时候，然后被触发这个逻辑，执行合约中的代码，它才可以去做更多的操作，所以它无法去像 EOA 这种由用户控制的账户去主动发起任何的这个转账等等。所以这个再我们往下再说一下这个以太坊账户这4个元素哈。第一个这个元素就是可能我们先讲这个 nonce， 这个是一个随机值，这个 nonce 是一个相当于计数器，用于跟踪账户发送的这个交易数量或者说这个账户创建的合约数量。然后呢具体呢它取决于这个账户类型。那这个主要的用处是为了防止说有重复的交易发生，或者说有一些就是不对的交易，然后它是来记这个数量，然后是做一个安全上的一个去 check。对，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余额，也就是 balance， 对吧？这个余额呢是一个账户拥有这个WE 的这个数量，就 WEI 这个以太币的一种面额。然后呢，以太币是它这个实际的原生代币嘛，然后这个 WE 是它的一个基本单位。然后另外一个呢是这个以太坊账户中的这个 cold hash， 这个 cold hash 呢是这个以太坊虚拟机上绑定到该账户的一个代码。那这个呢，以太坊虚拟机是建立在以太坊区块链上的这个虚拟计算机嘛，对吧 ？EVM， 我们可能大部分大家都知道。由于只有这个，就是说这个合约账户在这个代码中是绑定 EVM 的，在没有这个代码的账户，也就是 EOA 中，就是这种 externally owned 的这种账户，这个 cold hash 这块是空的，因为这个这个 EOA 只是作为一个用户去控制这个余额还有余额这么一个账户，所以它不需要有这个代码。OK， 那以太坊的这个账户中呢，还有一个是storage root。那 storage root 是什么呢？ storage root 是用来存储内容，然后进行编码的一个哈希值。那这个也称为这个存储哈希，它是这个就是我们之前白皮书包括比特币还有以太坊的这个都讲过这个 Merkle tree 嘛，这个是以太坊里面一个特殊的一个 Merkle 叫 Patricia 的一个 tree 的根节点的256位的一个哈希。那这个 tree 呢是用来存储以太坊这个一个关键的一个数据结构之一，所以它呢是提供了一种经过密码验证的数据结构，然后呢又可用于存储所有的比如说一些 key value key value pairs 这种的重要的值的绑定。所以像一般在这个 EOA 中呢，这个 storage root 也是没有的，因为它不需要。那这些也就是说在 EOA 中外部账户中用户所掌握的，它最多的最主要2个元素，就是一个是余额，另外一个是它这个随机值，用于转账的时候需要 check 的。那对于账户合约，就是说这个智能合约中的这个账户，它是有这个 storage root 和 cold hash， 因为这个合约账户它是要去来执行一定逻辑，然后它要去存储，所以说这2个它是仅有在这个合约账户里面是有的。
那也就是说，这个抽象化它是想做什么呢？就是抽象化实际上说，我们大家通过我刚才介绍这个目前的以太坊的这个固定的一个账户模型，也就是说，用户是来控制这个 EUA，然后呢进行转账的发起。那这个合约账户呢是来进行一个就是转账，再加上执行一定的逻辑，然后还可以创建新的这个智能合约的一种合约方式。它是一个类似于更自动化的一个就是原生在这个以太坊这个链上的这么一个账户形式。但是呢，它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用户他是一个用户的话，他就很烦，对不对？因为我创建了这个 EUA 之后，我还得去管理我的这个 private key 和这个 seed phrase， 也就是这个助记词。然后他就因为这个问题的话，很多其实出现过很多问题，就是被盗的情况。然后再加上它这个概念比较难理解，所以它这管理起来就很费劲。所以就是说，这个 EUA 其实对 user 的这个 experience， 就用户体验是非常不好的。然后呢，包括而且这整个这个账户模型，它是一个 fix 的，也就是说，它是以太坊在最早这个发明之初，它就是固定的这么一种传统的模式，因为它用这个 EUA 一个账户，然后呢，它发起转账以后，它有一个 nonce 值，然后在这个 nonce 值再加上一个 这个就是之前的那个 ESDCA 的那个算法，然后它是进行一个 private key 的一个签名。然后签名好了以后，去交给这个矿工，对吧？就这个链上矿工去验证，然后才去确认说 ，OK， 这个转账是合理的，然后他去触发这么一个 contract 合约。然后也就是说，比如说这个 EUA 想要去触发一个合约逻辑，那你必须要在这个你的转账里面include所有的这个合约要执行的这个逻辑的，它要所支付的这个 gas fee。所以它是这么一个固定的模型，它非常单一，它不够灵活。那它这个账户的这个抽象化就是想说什么呢？就是想说 ，OK， 那我们把 EUA 去掉，我们不要 EUA 了，所有的人。所有账户都叫 contract， 都叫合约账户。它呢直接就是部署在这个 EVM 上，然后呢，用户转账呢，他也不用需要去自己去来维护一个说这个EUA 了。那我直接所有的都是写好的这个一个 contract 账户，然后你去跟这个 contract 账户互动，然后来发起转账。然后所以就是说，这个原来的这个 contract 智能合约的这个账户，它也可以自己去就是主动的去发生转账。这大概是这么一个逻辑。那你比如说看以前的话以前的话是有一个我们作为用户。然后发起转账以后，我们需要去让这个链上来去矿工帮我们去做验证，然后验证以后呢，把这个验证过了，然后把这个数据 input 到这个 EVM 上，然后EVM 去来执行背后的这个合约代码，然后执行完以后，他去做一个最后的这个 log， 然后把所有的记录更新到这个区块链上。那现在它这个如果是这个抽象化之后呢，是怎么回事呢？它就不需要验证这一步，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账户呢都已经在这个 EVM 上部署了。用户只需要说 OK， 我就是有一个行为，我要干什么，告诉这个链上，然后他去 input 这个 data 以后呢 ，EVM 直接所有这个 contract 合约这个 contract account 合约账户，它就直接在 EVM 上进行这个 verification 和这个 execution， 然后呢，他把所有的这个逻辑都执行好了以后，然后呢，把这个数据更新到这个新的链上，那用户呢其实就少了一步，这个我要去先发这个 verification， 先发这个 transaction 这一步，然后我可能直接就需要一个简单的告诉 OK， 我这个账户要干什么就可以了。所以这样的话，其实省了这一步。但是它呢会大大的就增强这个用户体验。OK， 那上述的这些呢就是以太坊的一些特性。那这个就是说刚才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对吧？我可能再重申一遍，就是说，就虽然这个加密爱好者呢，可能他不需要，就是说如果对 crypto 很熟悉的人，他可能不需要帮助去创建和维护这种自我保管的以太坊的钱包的安全性。但是这个新用户的用户体验呢，可能就是说通过这种方式，这个抽象化会更好。就是说尤其是在这种设置这种非托管钱包的时候。那生成和这个就生成这个安全助记词呢和存储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就如果你创建过钱包，你也可能大家很多人知道，那时间长了我都不知道这个 seed phrase 这个助记词放哪儿了。然后假设我忘了这个 private key， 那我可能我就没法访问我的钱包，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我的钱就没了。如果用户呢他没法访问这个助记词，然后他还不知道任何它里边存的是什么代币，那基本上这个资产就没了。那所以就是说有这种挑战的存在。那就是让我们去吸引大量的用户，就全世界的用户都可以来去用，那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因为用户体验太差了，然后很多人他就放弃去使用这个资产，使用这种方式来去转账。所以呢，就是说这个 EIP 的这个就是2938，它其实就是这个是由威神他当时去撰写然后发起的，然后他就是想去一直要去改变这个事情。那我们在往前走之前呢，我们先再说一遍这个，可能先解释一下什么叫这个抽象化。其实抽象化是一个计算机科学中的一个术语吧，算是。也就是说，抽象化实际上是一种数据的抽象化，然后把这个隐藏信息，就是它为了隐藏一些信息，然后来提高效率。那为什么呢？就是例如呢，就比如说
这个软件开发人员他可以学习如何编写这个编译器，对吧？就是说你要最基本的那层，你要去跟电脑互动的那层，然后或者说他也可以使用这个高级的编译器语言，然后构建时了解这个编译器、处理器或者内存的这些函数的机制。但是呢，也就是说，这个数据抽象呢是将这个零和一，就是说那些 binary 的二进制的代码保留在下面，也就是说非常 low level。那我就当我作为一个软件开发人员，我不需要说我要开发一个程序，我还要去写这个，对吧？这个二进制的代码。那比如说我就弄好了一个编译器，然后比较低层的 low level 的语言，然后呢，开发人员只需要去来直接与这个高 high level 的一些就更友好的语言去进行互动就可以。就比如说我要开发一个应用，那我不需要说我知道我要去写 OK 到底这个 CPU 它要哪个地方，它要二进制那个要怎么写，然后它的这个 transistor 对吧，它的这些所有的底层的运作我是不需要知道的，我可能只需要用一个比如说我用 Python 或者用一个 C++ 去来通过这些固定的 function 和 API， 然后我就直接去写，直接把一些功能就完成了，所以我不需要从底层就重新造轮子就这么写。所以其实这个 abstraction 就是这么一个大概的一个意思，就是说你比如最底层的时候它是 hardware 硬件的一个互动，对吧？硬件跟这个电脑的一个互动，然后呢底下就是涉及非常多电子相关的事，就是逻辑啊，什么逻辑门啊什么之类的。这个 digital domain 就是包含比如说这个电脑的 architecture， 然后 components， 还有这个 circuits， 对吧？这个电路，这些我都不需要去知道的，对吧？我作为一个软件开发者，那我可能需要知道的就是 software domain。然后呢，实际上这些复杂的信息它已经被这个抽象化以后呢，它被写死在这个比如说这个 software domain 里面，它们被集成起来。那我就不需要知道底层这些东西，我只是需要知道 OK 我这部分需要干什么，然后去把它给部署了 deploy 了就可以。那其实就像对于以太坊而言，就这个账户抽象实际上呢是试图通过统一这两种类型的，刚才我们讲过的这个 EUA Web 账户和它的这个 Contract 合约账户来消除它的这个就是 EUA 的存在，然后把所有的账户整合成一种。因此呢，这个单个的这个合约账户呢将被授权与代币进行这个交易，并创建合约，从而统一它们。这样的话 ，EUA 就是和这个 Contract 账户它们俩是一样的。所以所有的这个对于账户的管理，这只有同一种途径，然后它就非常的方便。OK。这个地方我就想刚才说的，比如 hardware、firmware， 它每个地方都是一个非常复杂从下到上的一个过程。所以它这个 abstraction， 就是你如果把每一层它可以做一个抽象化的话，那其他比如我只负责我要去做 OS 和 application 这块，我就不需要知道下面这些东西了，对不对？就是我不需要零和一二进制是怎么运转的，我只需要说它这个接口放进来，我怎么去来执行就能达到我的目的。这其实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让更多的它的一个主旨，其实就是让所有的整个运作每一环它都更方便一些，更效率更高一些。就每个人不用去重复造轮子去做事情。抽象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目前呢已有的这种账户方式呢是 EUA 为最高级。我刚才讲过，就是它是这个外部账户呢是由这个用户发起转账，然后添加需要燃烧这种 gas fee， 它是一个最高级的一种账户。那合约账户呢，它是被触发才可以执行逻辑，可以理解为这个合约账户呢是低于这个外部账户 EUA 一等的。那并且现在这个账户模型呢是通过，对吧？刚才这个我说过 ECD-SA 的这个算法签名和用这个随机数的这种传统模型来去为这个转账提供安全。那所以如果将这个合约账户和这个外部账户 EUA 合并的话，那合约账户呢也具备发起这个转账的功能，然后来决定 gas fee 的这个能力。所以呢，用户实际可以自己来决定他们想使用哪种安全模型，以及他可以 customize 自己的这种方案。那我举个例子，就是说，比如用户呢，他不想用这个 ECD-SA 算法来做签名，而是用其他的算法来验证交易的唯一性和这个真实性。那他其实可以直接在这个通过合约的代码，然后来接口来写自己这个规则。那又或者说，用户想让交易通过多个私钥来共同签名验证，然后才能去转账，也就是说可以通过这种账户进行操作。然后再或者说呢，如果是通过这个抽象化的账户呢，可以去设计这种恢复机制。就比如说这个用户呢，如果他不小心丢掉他的 private key 了，对吧？这个私钥没了，然后包括这个助记词也忘了，然后呢，但是他这个账户他其实可以提前写好一定规则，然后触发它的某种保护机制，然后将原来这个 private key 置换掉，然后重新给这个用户 generate 一个新的 private key 出来。那这样的话，你这个就不会丢掉你这个原来这个账户，你的财产就还在，对不对？也就是说，用户可以设定这个交易的一些规则和条件，然后呢，你这个变得更 customizable。所以，而非所有人都需要只遵循这种通过这种 ECD-SA 算法加上这个 nonce 这种单一的交易模型来确保安全。比如说，用户有更多的这种操作空间来去维持他怎么想去来转账，因为底层的逻辑是一样的，只是说上面的接口，然后可以去 customize 的东西不一样。这样的话就提供更多的便捷。那如果这个抽象化实现呢，其实是相当于把所有的这个交易步骤从区块链上移到了 EVM 上。
因为所有的这个账户呢，将作为这个合约账户部署在 EVM 上，然后所有的这个实际的交易发生都是由这个合约账户去来触发的。对，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它为什么这个账户抽象化还没有实现？那这个为什么没有实现呢？是因为就对于以太坊来说呢，这将是一个需要非常大的工作量和复杂的一个改变。因为账户的抽象化需要对以太坊的很多底层这个区块链协议进行一些根本上的改变。那并且由于之前大部分的以太坊的开发资源都用在了就是我们之前刚成功的这个 merge 上面，所以呢就是这个账户抽象化的这个工作一直在被拖延，在排期上，所以呢还没有进行部署。这个地方呢，我们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再去除了看这个 EIP 的这个2938这么一个就是一个 proposal 提案，还可以去看这个EIP 3074啊，sorry 这个地方写错了，应该是3074，然后和这个 EIP 4337这几个都是关于围绕如何进行这个账户抽象化提出的一些解决方案，也不是特别的一样，然后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各种的提案，然后要去达成。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研究一下。然后呢，最后呢，我也推荐大家2个文章，然后他可能写的这个关于 account abstraction 账户的抽象化写的更详细。这个呢，我放到链接里，放到 description 里，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去看一下，研究一下。OK，这就大概是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主要内容，提供2个重要的这个以太坊上的 EIP 的提案一个是刚才第一个是1155这个解决 ERC20和 ERC721 NFT 和普通的这种同质化 token 的一个转账的一个便携的一个协议，然后呢，它让这个游戏变得转账更轻松，然后提升整个以太坊上的转账效率。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账户的抽象化，它是改变整个账户的这种模型，然后让这个用户体验更好，然后将这个整个合约账户整合成一个包括 EUA 外部账户也整合成合约账户，这样的话用户可以 customize 更多，包括为这个资产提供更多的安全性。所以大概这是今天我们介绍的。然后下一期呢，可能就是 Gary 会为大家再去做一个总结，然后以及可能有1-2个其他的 ERC 的一个标准的一个介绍。那这之后呢，我们就可能去 move 到更多的区块链的一些应用案例上，然后为大家介绍更多的 DeFi 相关的一些事情。那就最后呢，别忘去 follow 这个 William Endricken， 然后他非常好，他是相当于这个 NFT 的发明人，所以我觉得他的很多讲的东西会增加大家更深的逻辑。然后再一个是就是别忘点赞，然后 like 我们的视频，然后包括去看我们的这个 Google Doc 上总结的所有的这些内容，这个学习计划，希望大家可以happy learning，然后跟着我们一起学下去。谢谢大家。